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爱不释手的前女友。正所谓头发越粉，拿刀越稳。例如狂抖 S 的白蜂蜜，五角的鬼神拉姆，化身为病毒真名的迭起，坚强独立略带叛逆的02。当然了，也少不了护肤狂魔我妻有奶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一个典型的粉切黑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砂糖的幸福生活。如果人的内心是一个糖罐，那爱就是填满糖罐的蜜糖。松柏砂糖是一个长相甜美、待人温柔的女孩子，她不仅受到男同学的爱慕，就连女生也很容易被她吸引。没有办法，大家都是养狗嘛。曾经3天2头换男朋友的砂糖，最近却拒绝了很多人的告白。和她一起打工的闺蜜祥子看出了端倪，砂糖也毫不掩饰，她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并且正在同居中。是什么让曾经的海王上了岸？没错，就是这个小萝莉，她叫岩酱，懵懂无知且人畜无害。在砂糖的眼里，没有比岩酱更让她感觉甜蜜的东西了，这就是她的蜜糖。为了给岩酱打造爱的城堡，她需要努力的赚钱，所以经常要忙到很晚。岩酱也很懂事，每次都会在玄关等她回家。看着熟睡的岩酱，她既无奈又心疼。终于等到了发工资的日子，砂糖的工资却比别人的少了很多，这明显就是店长在故意刁难她。为什么呢？这事要从几天前说起。温柔可爱的砂糖一来就吸了同事的喜欢，并且还收到了黄毛的告白。黄毛叫太阳，和他是同一所高中，长得还不错，勉强算得上是正太吧。但是砂糖还是拒绝了他，这一切都被店长看在眼里。太阳被拒绝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来上过班，因为缺少人手，店长就把太阳的工作量全都算到了砂糖的身上，最后还克扣人家工资，美其名曰这就是爱。阿姨，砂糖想起了那段暗黑的记忆，原本可以相安无事，为什么非要惹他呢？やっぱり納得できません。だってダメですよ店長。未成年に手を出しちゃう。其实太阳在消失的前一天晚上，砂糖看到他被店长领进了房间。店长刚开始打死不承认，在砂糖的嘴炮之下，他暴露了原本的样子。砂糖用手机拍下他丑恶的嘴脸，以此为要挟，让他补齐工资。最后还从柜子里找到了赤身裸体的太阳。这店长是真的恶心，连未成年也不放过。这种畸形的爱让砂糖感觉到了苦涩。这个时候，岩酱成了治愈他唯一的途径。等岩酱睡过去之后，他打开了一直上了锁的房间。漆黑的房间里满是血污，地上除了沾满血的菜刀，还有几个垃圾袋。ありがとう。結構住み心地いいよ。あなたの家。没错，这间屋子原本的主人就在这几个垃圾袋里。松柏砂糖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离世了，后来他被姨母收养，这也是他唯一的血亲。在姨母心里，爱就是接受他人的所有欲望，情色的、暴力的，什么样都无所谓，只要别人对他做点什么，他就能感到快乐。典型的抖 M。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砂糖，一直想知道爱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但是哪怕他交了再多的男朋友，也没有真正的爱上过谁。被别人的爱刺痛的经历倒是数不胜数。一个下雨天，无家可归的砂糖被一个画家哥哥带回了家，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住。砂糖洗了个澡，换上了画家的衬衫。为了报答这个男人，砂糖让他随便提要求。画家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，只是让他做自己的模特。但是原本看起来和谐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。又是一个雨夜，砂糖抱着昏迷的岩酱找到了画家，看着砂糖无意间流露出满足的表情，画家彻底崩坏了。他一直喜欢那些有缺陷的砂糖，那种忧郁的表情会让他心生怜悯。然而岩酱的出现填满了砂糖内心的缺口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他的眼睛里出现了高光，这不是画家想要的，于是他想要杀了岩酱。这一举动使他彻底送走了自己。对于砂糖来讲，只要威胁到他和岩酱感情的人都该死。自那以后，108号室成了他们爱的城堡。店长风波过后，砂糖一如既往的打着工。一天，砂糖在回家的途中看到了一个男孩发的寻人启事，他要找的人就是岩酱。这个男孩叫做小旭，是岩酱的哥哥。他们有一个暴虐成性的父亲，动不动就对他们一顿拳打脚踢。幼小的岩酱仿佛是月亮，是照亮黑暗唯一的光。他让小旭和母亲看到了生活的希望，因此小旭让母亲带着岩酱离开了家，他要独自留下来面对残暴的父亲。为什么他没有跑呢？因为依照父亲的性格，如果家里一个沙包都不剩，父亲势必要满大街的找他们。他和母亲约定好，等待时机成熟就去跟他们会合。就这样，他忍受了父亲的折磨，不但被拔掉了指甲，还要忍受了剧痛，给这个恶魔买酒，真的是地狱空荡荡，魔鬼在人间。大丈夫。耐えられる。和母亲的约定成了他那段时间唯一的心灵支柱。5年后，这个恶魔终于去世了。他本以为可以3个人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了，然而当他找到母亲的时候，才知道岩酱已经找不到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岩酱是如何和砂糖相遇的吧。他们离开家后，2个人相依为命。母亲不允许岩酱出门，因为她认为外面的世界是危险的。时间长了，母亲的性格开始多变。岩酱想修复母亲破碎的心，于是提出让母亲带着她一同出去走走。母亲同意了，条件是要一直牵着手。但是岩酱还是差点受到了伤害。对
为此母亲不再允许他外出。两个人争吵时，母亲一时没忍住打了他，这也让母亲彻底崩溃了。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那个魔鬼，于是她带着岩酱出门了。もういらないのよ。あんたはもっと早くこうすればよかった。也是这个时候，岩酱遇到了砂糖。砂糖问他为什么不追，他说自己的存在成了母亲的困扰。为了让母亲不再苦恼，他选择放手。砂糖也是在那个时候真正的理解了爱是什么。埋まるといいね。その空っぽキラキラで。从此，岩酱成了砂糖唯一真实的存在。但是岩酱不知道的是，母亲离开他后，回到了以前的家，然后用毒药毒死了那个恶魔。一个母亲的无奈，她也不过是一个受害者。看似偶然的相遇，却成了少女的救赎。本来生活可以风平浪静，然而一双眼睛盯上了砂糖。面对铺天盖地的寻人启事，加上被人跟踪的处境，砂糖会怎么做呢？这些我们就留着下一个视频说吧。作为一部治愈番，它真的给我一种透心凉的感觉。爱不仅仅能带来温暖，也能滋生罪恶。它能让人积极向上，也能让人极其扭曲。名叫砂糖，却意外的苦涩；名叫岩酱，它却意外的甜美。叫做太阳的人，却身处黑暗。最后再次强调，男孩子出门在外也要保护好自己呀。你以为只有男产女吗？何以解忧，唯有关注前女友。好，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。比心。